大家应该都有过手指被门夹到的经历吧？那酸爽简直了，严重的话指甲里面都会变成紫色，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但如果说夹住你手的是一块巨石，而且疼痛感是之前的几百上千倍，那该如何是好呢？曾经就有一名登山者遇到了类似的黑暗时刻。他的左手意外被巨石压住，整整5天都没能逃生。而最关键的是，周围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。无奈之下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那就是断臂自救。1975年10月27日，阿伦·罗尔斯顿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中产家庭。12岁的时候，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，这是全世界户外探险者都心驰神往的目的地。阿伦的父亲正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，因此跟随着父亲的脚步，阿伦也彻底爱上了穿越峡谷的徒步之旅。高中毕业之后，阿伦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颇有语言和音乐天赋，精通法语的同时又弹得一手好钢琴。当然，任何爱好都比不上户外运动。阿伦最喜欢的就是攀岩登山，只要有空就会去爬山。然而5年的社畜生活让阿伦彻底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日子，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了英特尔公司工程师的工作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他都有个终极目标，就是登上北美最高峰6190米的麦金利峰。于是辞职后的阿伦回到了科罗拉多州，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登山运动中。自从开始全职登山后，阿伦的登山事业搞得如火如荼。他先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，就是独自攀登科罗拉多州所有海拔超过4270米的山峰，一共有59座。果然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阿伦逐步征服了各大山峰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他在冬季独自完成登顶的，过程非常艰难，也算是一大壮举了。但是阿伦的户外探险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。2003年2月，他与2名伙伴在科罗拉多州雷索深峰滑雪，没想到遭遇了5级大雪崩，好在没有人受重伤。当时阿伦脖子以下都被埋进了雪里，后来是伙伴把他挖了出来。这次的遭遇让伙伴们心有余悸。其实当天在登山前就有发布过雪崩警告，只可惜他们一行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事故发生后，2名伙伴隔了很久都没有重新开始登山滑雪。但阿伦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一心只想攀登高峰，继续孤身一人探索危险的地形。同年4月25日，雪崩事故过去才2个多月，阿伦又只身前往犹他州东南部探索峡谷地国家公园。这天晚上，他干脆睡在了车里，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蓝约翰峡谷探险。到了26日，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，阿伦没有犹豫，骑上山地车就出发了。周围风景极美，但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。大约骑行了24公里后，他终于来到了峡谷入口。而接下来，阿伦必须沿着又深又窄的通道走进峡谷。起初探险过程非常顺利，毕竟经验丰富，无论是攀登、跳跃，还是用绳索攀爬，这些对于他来说都不在话下。随后，他来到了整个峡谷最窄的地方，大概只有不到1米的宽度。而阿伦还在庆幸那里有一块巨大的悬垂岩石，他可以靠它上下移动。可没想到意外就此发生，本以为很稳定的巨石突然间松动并滑落了下来，一切发生的超级快。巨石脱落砸到了他的左手，最后卡在了阿伦的右臂和峡谷壁与巨石之间。要知道，巨石至少有360公斤重，阿伦所处的位置是在沙漠地表以下30米处，距离最近的道路也至少有32公里。而且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不仅没有带手机，事先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攀登计划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能靠自己。其实最开始阿伦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他在反复尝试了好几次之后，发现巨石竟然纹丝不动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大麻烦。很快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的他只有一个小背包，他清点了一下自己携带的东西：衣服、手表、地图、一升水、2个墨西哥卷饼、几块巧克力、一把多功能刀、耳机、摄像机以及攀登装备。最重要的是，阿伦出发前没有带任何能够发出求救信号的东西。起初他还寄希望于自己能够被路人发现，然后帮他打电话救援，但在这地方人烟稀少，一路过来他也没有遇到什么人。如果不是户外探险者，更不可能擅自走进峡谷。考虑到这些，他准备先慢慢消耗掉食物和水，另做打算。为了让手臂腾出空间，他开始尝试用刀刮开石头，但这一操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也不见任何成效。而此时的手臂颜色越来越紫，血液循环严重不通畅。就这样，阿伦醒醒睡睡，已经过去了2天半时间了。他深知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，而且每次喝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，饮用水也要马上见底。阿伦只能滴一滴水到嘴唇，就马上拧好瓶盖。回想这一次攀登计划，阿伦有着说不出的悔恨。他每次徒步攀岩都会提前制定好详细的路线描述，但这次因为是简单的一日游，东西带的也不够全面，从头到尾都疏忽了，最终酿成了大祸。
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饮用水一滴都不剩了，阿伦只能被迫喝尿。为了撬动巨石，他还用攀岩夹和绳索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滑轮系统，试图将巨石吊起，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。攀岩绳具有弹性，他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支撑力。到了被困的第3天，他开始有些精神错乱。他知道想要释放手臂就必须要砍断骨头，于是他尝试用小刀在皮肤表面进行切割，还准备了止血带。可是这刀实在是太钝了，根本就做不到。阿伦感到了深深的绝望，因为这把刀只是购买手电筒的赠品，很是廉价。当时他还沾沾自喜，没想到这几乎要断送了他自己的后路。到了第4天，看着这把不够锋利的刀子，阿伦有些认命了。饥饿、缺水、寒冷，任何一样都有可能打垮他。他预感自己肯定活不过今晚，于是用小刀在峡谷壁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、出生日期、推测的死亡日期，另外还有字母 RIP。最后，阿伦对着摄像机镜头与家人和朋友们一一告别，然后便睡了过去，一切都听天由命。可谁知这天晚上，阿伦意识时而清醒，时而模糊，像是出现了幻觉。他看到自己少了半截手臂，正在和一个男孩玩耍，场面非常的温馨。果然，醒来之后的阿伦立刻燃起了活下去的信心。他坚信这是上天在暗示自己，未来他将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这一次，他一定能够坚持到最后。凭借坚强的意志，阿伦决定再次尝试断臂自救。由于刀不够锋利，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但他突然想到，也不是非得割掉骨头，他完全可以打断它呀。目标明确后，一切似乎都变得容易了。阿伦利用被困的手臂，狠心扭断了前面的桡骨和耻骨，然后他自制了止血带，切断了血液循环。最后，阿伦用那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割开皮肤和肌肉，还设法用钳子割断了自己的肌腱。而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。虽然很痛苦，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最终，阿伦成功地挣脱了束缚。此时此刻还不是松懈的时候。阿伦估算了一下，他估计得花10个小时才能去到医院救治。可这一路上，他随时都有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，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，从被困的峡谷当中爬出来，赶紧用攀爬工具当做止血带，随后又用绳索从20米的悬崖上面下降，紧接着就是漫长的徒步。烈日炎炎，阿伦已经精疲力尽。这时候的他距离有汽车的道路大概还有13公里的距离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水，他很有可能死在半路上。好在幸运之神的眷顾，在艰难徒步了9公里后，阿伦遇到了3名从荷兰来度假的游客，他们发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男人，赶紧把食物和水分享给他，然后又帮忙报了警。考虑到失血的问题，这3名游客也不敢停下，他们相互搀扶着阿伦继续前进。很快，天空当中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，是搜救队到了。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敢放下来。阿伦也喜极而泣。令人后怕的是，被送到医院后的阿伦已经失血了25%。根据医生估算，如果他早一点截掉手臂，那他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失血而死。相反，如果阿伦一直犹犹豫豫，不敢截肢，那不出几天，他也肯定会死在峡谷中。这种处境简直是进退两难。好在阿伦在最关键的时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。事后他坦言，其实录完告别视频的那一刻，自己心里油然而生一股依恋的感情，还是很舍不得的。所以阿伦觉得是家人和朋友的爱给了他断臂自救的勇气。事后，阿伦装上了假肢，等完全康复后，他便继续开始自己的攀登事业。实际上，这起事故是阿伦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一方面是大难不死的幸运，而另一方面，阿伦幸存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各大媒体纷纷邀请他上台诉说自己的经历，他被称之为生存的奇迹。2014年9月，阿伦成功出版了自传书《进退两难》，而且很快被推上了畅销榜。当然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登山事业。在2005年，他成为了在冬季独自攀登科罗拉多州所有海拔超过4270米山峰的第一人。2010年11月5日，由英国导演丹尼·博伊尔执导的电影《127小时》在纽约和洛杉矶上映。以上用的电影片段都是出自于此，这是根据阿伦真实事件改编的。据说电影当中断臂的场景由于太过真实，导致一些观众观看后直接晕倒，而阿伦本人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属于自己的纪录片，一切都太真实了。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决定当一名励志演说家，用自己断臂的经历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只有在绝境当中爆发，才能重获新生。确实，在人生道路上，我们难免会碰到绝境，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？或许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穷途末路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还是请大家都要坚定信念，勇敢地走下去。我相信越是这样，就能在困难当中逆袭，绝处逢生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